OK， 好，观众朋友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早安中国，还是一样哈，我是方伟，方伟时间的方伟，来请高杰来代表早安中国频道来跟大家打声招呼。谢谢大家，今天我们还要有很多重要的话题，而且呢，今天我们现场还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除了石山老师先打招呼。大家好，Good morning China。讲广东话嘅人呢，他时常有个节目叫做有冇搞错？有冇搞错？深更半夜11点播，是不是？对，11点多12点，阿妈还香港是，刚好也是同样的时间，所以每次我播的时候很逗啊。那个人说你在香港吗？我说不在啊。他说但你后面那个钟的时间跟我们是一样的。哦，有意拿时间去骗这个香港的观众是吧？因为我后面是一看就是天黑的时候，没骗大家，一样，刚好是12小时。对，刚好是12个小时。和香港人一直在共鸣。是，石山老师就把我们这个7点钟的节目原样变成粤语重说一遍。没有了，没错，还有独唱啊。还有一位呢，是我们今天特意请来的嘉宾哈，邹子定，来方伟给介绍一下。军事专家哈，军事博主。军事爱好者啊，这个军事情报站博主啊，大家可以搜一下军事情报站哈。这个以前那个频道原来叫什么来着？原来叫探索10分，被取消盈利了啊。对，所以又开了一个东山再起。我很奇怪，你那个讲军事问题为什么被取消盈利了？不知道，他很奇怪。话题我们这是一个玄学，你知道吗？我申诉了2次，然后他第2次他审核了大概4、5个月时间，然后最后说就是根据我们的政策。然后还是封，不行了，我得把你拉回来了。这个你们很感兴趣，我们的观众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对。好，这么说一下，我觉得今天我们被川普总统这个算了一把哈，因为我们精心准备了半天，结果呢，在上节目前半个小时，川普说，那个停战了，不打了。不打啊！你是不是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啊！今天石山的反应将是全真实反应啊！他被迫临时改变他所有的准备。我还以为他准备这个不打了，12日战争，他都给了个名字，12日战争停火了。OK， 不打了，所以我们所有的准备全部丢到这个窗户外头去哈。那这就是窗户啊。这个接着我们就得重启炉灶。OK， 所以祝你待会儿讲话顺畅。没问题。我尽量跟上我们的川普总统。Podcast 本来就要是临机应变了，你虽然是要看要准备，但很多的时候我们现场碰撞的火花才是最有意思的。今天请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呢去难为一下石山老师，给他提出现场的问题，看看他怎么现场回答。因为呢就在刚刚之前，的确，本来呢我们今天看到哈，整个世界都在看伊朗呢，今天早上又轰炸了，包括这个美军的基地啊，卡塔尔这边呢，说那这个是不是事情越闹越大呀？以色列回头又轰炸了伊朗，结果呢？这事儿没有闹大，就让川黑也好，让中共也好，这王毅本来就说，你要如果轰炸了伊朗的话，你会有严重的后果的。20号说的，20号川普就去炸去了。那么今天要停火了，这事情发生实在是太快了。早安中国自从出来到现在以来，我们真是见证了许多大事儿哈。那这就是一个历史的时刻。没错。那么在展开之前，方伟得谢一谢非常支持早安中国的这位朋友。好，这位我希望这位观众朋友在哈，这位观众朋友叫丁女士，那么已经给我们捐了14次款了那么现在总共捐了这个1500块钱，谢谢啊！我觉得不光是钱的问题哈，每次都捐哦，几乎每次都捐吧，对吧？因为我们总共50天时间，大概才多少次节目啊？我也不知道，大概20多次，他捐了14次了。对，真的非常感谢哈，因为咱们也给自己做个宣传哈。我们早安中国确实是志存高远，对不对？我们要让以后全中国都看这个节目，全中国的早上，为什么要在美国做个节目叫做早安中国呢？就是想让以后全中国的人早上7点到9点就看这个节目，对吧？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达成这个，好不好？将来我们达成的话，我们都会觉得非常骄傲，是不是？这是因为我们从一个叫做什么来着，以美国的为主的这个人群哈，加上一些中国大陆的朋友和这个亚洲的朋友，我们把这个球滚起来。那么对，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纽约的陈女士啊，刚刚捐了1000块钱。陈女士可能这个网上还不太会熟哈，不熟，在网上操作了2次最后还跑到银行2次，最后才捐成的。因为我知道我们有些观众朋友年纪比较大一些哈，但是没关系，1回生2回熟，以后就可以了。你还让人家捐第2次、第3次是吧？过去都是说到庙里头哈捐功德啊。那今天呢，我们是在人世间来做一个这样的入世的事情。今天我们在海外有了稳定的生活，然后我们有这样的自由的空间，还有呢，现在像方伟啊，包括石山老师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油管的这么便利的条件。今天我们做的什么事情？都可以传到中国大陆去，而且呢，我们是在一起做这件事
事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的贡献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才不枉人生走一遭。所以呢，咱们是一起做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吧，石山老师？没错，我们就出张嘴，出个脑袋，但是其实没有大家做基础支持，其实我们什么都做不成。所以非常感谢各位能够大力帮助，这个是太重要。听起来出一张嘴，一个脑袋，好像挺简单的事情。可是呢，过去这20年，石山老师出这张嘴，出了这个脑袋，后边所承受的压力，那是未来要告诉大家的故事，可是不简单。哦呦，这个把我变成了应该说，我们还是赶快去讲川普总统，有点不太习惯了。这样还有一个拜托哈，谢谢大家的捐款支持哈，还有一个拜托就是说，这个频道现在差不多9000个人哈，9000个人订阅，大家能不能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努力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一个节目就推到1万。还差1000人。这个节目是在方伟时间在那孵化哈，对，就像这个母鸡孵小鸡一样的，孵化以后变成一个不是一个新的这个小鸡，会变成一个鹰哈，一个雄鹰好不好？很好，大家一起来，我们来孵这个小鹰好不好？那么只要点击那个 subscribe 就好了，或者中文屏幕下方早安中国这个频道，等未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从方伟的家的客厅呢搬走了，有一个自己的家了哈。那我们就先说一下川普的半个小时之前的这个po文吧。是。哎呀，川普今天其实po了不少文章了。从这个周末开始，整个全世界都在被川普所震惊。那么半个小时之前呢，他这个po文呢，实际上让我们也很震惊，因为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太突发了，而且呢非常有意思。这么讲的哈，他说他宣布以色列与伊朗已经同意全面停火，预计将在数小时之内生效。开篇就是祝贺大家，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已经完全达成协议，将实现全面彻底的停火，大约从现在起6小时之后生效。届时，以色列和伊朗将完成各自正在进行的最后任务，停火将持续12小时。届时，这场战争将被视为结束。第一段，第二段，官方安排如下。川普自己就是新闻发布社，现在也不用新闻记者了，他直接就发布了，不用发言人了。对，官方安排如下：伊朗将率先开始停火，并在第12小时时，以色列将启动停火机制。到了第24小时，世界将向12日战争的正式结束呢致敬。这是他的第2自然段。第3个，在这2个国家停火期间，另一方将保持和平与尊重。接着，在一切按计划顺利进行的前提下，而且我相信一定会，还加了个括弧，我想祝贺以色列和伊朗2个国家拥有毅力、勇气和智慧，将这场应被称为12日战争的冲突画上句号。下面这句话，他说这本可能是一场持续数年、毁灭整个中东的战争，但它没有发生，也永远不会。最后，愿上帝保佑以色列，愿上帝保佑伊朗，愿上帝保佑中东，愿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愿上帝保佑全世界。唐纳德 J. Trump。好了，石晨老师全文播报了，现在新闻已经补充完整了。先说第一个，听完了这个停火的宣布，第一反应什么感觉？我突然觉得我功课白做了。对，因为想到了吗？是没想到。不是有想到，有迹象，但这么快，对，因为这个伊朗的反击啊，我们看到，比如说打叙利亚的这个军营，这个美国人已经走了，就剩下一些营房在这儿。你去打这个就是一种表态嘛，我觉得是一种表示。第二点呢，就是打卡塔尔的这个美军基地，也是提前通知卡塔尔，告诉你我会什么时间打哪个地方，然后还用了非常传统的飞毛腿的这个导弹去打这个卡塔尔。然后我今天还跟我们的编辑一起算那个距离啊，从卡塔尔到以色列就是过了这个阿拉伯海啊，就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它是在里面，它不是海峡尖呢，它是在里面。最近的地方其实就大概200 miles， 大概就是300公里，300多公里。如果是计算到伊朗，比如藏导弹的地方，在它的中部的山区啊，叫什么？我都忘了，叫
像阿卡山呢、那个山区呢，大概也就是300-400个 miles。如果用它的这个超音速的这个最先进的所谓这个法塔赫的导弹啊去打的话，大概就是10几分钟，那根本很难拦的，那基本上拦不住。他完全可以做这个事，但他很明显，他就有个姿态在这个地方。所以，当我们考虑到其他的伊朗还有什么手段，还有什么方法，以及他面对的什么威胁，当我们会觉得这场战争恐怕是打不下去。这对伊朗来讲啊，而且他在表示这样一个姿态，但是没想到，我们本来分析长篇大论的，准备讲这个导弹燃料什么的，这个，居然非常快的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我自己觉得，有可能伊朗现在他们最高当局确实面临了某一些危险，他们自己觉察到。就干脆赶快做决定。我刚才啊是上节目前的那个万斯副总统嘛，就离开白宫去到那个福克斯接受那个 Breitbart 的那个采访嘛。他走的时候呢，川普还在写呢。然后他到了那边就坐下来了，然后这个 Breitbart 说：“我刚刚看到，你走的时候是什么情况？”那么万斯就说呢，他说确实，然后就说一直在写这个东西哈，2小时的版本跟你刚才高杰读的还不一样。那个 Breitbart 就问说。伊朗还没有认同，我没看到啊。你现在你看在网上看，现在伊朗还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消息。他就问他说 What's going on here？万斯就说我跟他们打交道几个月下来哈，伊朗就是表面一套，下面一套。他对外对内是完全2回事的。那他说你的消息是怎么跟他们达成的？通过谁哈？通过中人嘛？他说对，我们通过中人稳定的传到那边去。这件事就那的意思就是说你靠谱不靠谱嘛，对吧？万斯就说这件事情是靠谱的，但是你就不能相信伊朗公开说的话。这是其中的一个，我觉得一个花絮哈。当然了，我觉得 Breitbart 他确实问了非常非常尖锐的问题，所有该问的问题都问了，所以等于是万斯就在20分钟前做了这些回答。当然，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确实是非常 surprise 哈。我觉得首先我自己感觉哈，今天我们看到他的诸多的反应，对不对？打到这个叫做什么来着 ？B2 轰炸完了之后，诸多的反应，那几个方面的反应嘛。第一呢，我替伊朗总结就是，美国你敢打我，我打以色列。我不敢打你，我打以色列，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态度嘛。然后呢，再存在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对不对？通过议会通过一个什么决议要去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就是瞎扯的嘛，对不对？因为他的议会它是一个橡皮图章，对，你说了也不算啊，就是一个宣传这些事情。第3个就是刚才高姐说的，他去打这个美军基地，那么先说我要打了哈，第2呢就是也知道人家都清空了。然后打过来14颗弹，我看到川普说的14颗弹打进来，美军拦截了13颗，为什么第4颗没拦截呢？因为知道也打不到什么地方，不浪费拦截弹了。对，就这么回事儿。他可以算你的那个弹道。对，所以呢，我觉得整个的他的这个伊朗的反应就是一个耍嘴皮子，他没有真正要打，就是没有真正要报复。所以呢，事情这个激化程度肯定是没有的，但是我觉得这一把话就是2天之后就开始停战，这点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对，因为大家会想说，要不要再往前推进啊，把那个伊朗的政权换掉啊？那川普昨天才说啊，这个我换政权政治不正确哈。可是你要是那么烂的话，不妨换换呢，他自己写的嘛，对不对？不排除这个选项了。结果你一边说一边就跟人家停火，让政权持续下去，这是很好玩的事情啊。是不是？我觉得这很值得探讨对，那个子定，其实我看今天以色列方面就讲哈，他说他们已经说就是在10月7号之前发生战争之前，伊朗只有2500名这种导弹500枚，然后呢，他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打了500枚出去了，然后还有800枚呢被以色列连轰带炸的都埋到了瓦砾里边。那剩下的这些呢，让他能支持多久？他说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他隔几天打1枚，几天打几颗，然后给你把这个拖下去。这对以色列来讲就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你是军事方面的这个专家，你怎么看？从军事角度来说，就是伊朗它确实面对伊朗和以色列各自面对不同的问题啊。我先说伊朗这边，伊朗这边就它发射导弹数量有限，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几千枚导弹打掉一部分，对不对？被以色列毁掉一部分，但是剩下的一部分呢，它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它很多导弹储存在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已经被以色列掌控制空权了。我现在要想把这些导弹运出来是有风险的。
我运出来可能被以色列发现，马上就打了，所以它还剩下一批就是远程导弹，就是这其实是中程弹道导弹，大概2000公里射程在东部。所以我们看过去这几天都是这些这个中程弹道导弹打海法呀，打特拉维夫呀，它速度会快一点，但是一次也就10-20枚，因为它本身数量少。然后并且呢，它现在生产导弹这些工厂啊都被以色列快炸没了，它没有生产能力了。所以这样战争就是越往后打，它伊朗的这个可持续性就越差。因为伊朗和以色列不一样，但伊朗我只有这一个方式能够威胁以色列，对，不像以色列，哎，我今天飞机过来给你扔个炸弹，明天无人机过来，伊朗不是，伊朗我只有弹道导弹啊，我只有这一招。我是看到一个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做了计划，实在不行他们会派地面突击部队直接把那个核设施给毁掉。其实我更期待看看地面突击部队，这比 B2要精彩，好吧？听众观众朋友们要忍受一点哈，一群好战分子。在你发言你的想象力之前，我要插一句话哈，这是 Breitbart 问了这个叫做万斯的，他说你搞那么多decoy哈，你搞那么多这个手法遮来遮去的手法，到底是什么动机？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我们所有的动机，这一切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叫做飞行员啊，我们的这个飞行员不会受伤。所有的奇袭的目的是保证自己不受伤害。OK， 那结果也是啊，就我用这个中国话叫做兵不血刃嘛，不伤一兵一卒。取得全胜。来，你继续讲你的。对，我这个就是要特别想，我们今天可能主要就是要问指定这个整个这个军事计划的部署，包括 B2 这个是怎么样投弹的，到底是这个什么福尔多，就是说福尔多，福尔多到底是几个丢了多少个？有人说是6个，有人说是8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安排的？然后这个飞机到底是美国的 B2， 到底是从欧洲方向飞过去，还是从印度洋方向飞过去的？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待会儿我们肯定得仔细的问一问这个里面的事情。是。他其实就大概投了14枚，12枚扔到福尔多头上，另外2枚扔到纳塔兹头上。他是从这个大西洋、地中海飞过去的。那大西洋、地中海跑到以色列上空，从以色列进入叙利亚，从叙利亚进入伊拉克，然后他到中东之后，他这个路径就和以色列空袭伊朗路径是一样的。但是他有一个这个欺骗，这个就刚才这个方伟，您刚才说到这个今天被川普突然袭击，其实我2天前就被他突然袭击了，真的就是 B2 这个事情 ，B2 这个事情不是他说有这个 decoy 吗？就是说他疑兵叫疑兵，我发现疑兵声东击西，声西击东。他先是当天他凌晨他起飞2批飞机，7架飞机一路向东就是去轰炸的。剩下我有看报道有不同，有说2架飞机，有6架飞机，不管怎么样，有几架 B2 飞机起飞一路向西。对，就是其实这些 B2 这些轰炸机飞行在空中，它的飞行数据我们是不知道的。对。但是后来就是很多军事专家怎么知道呢？是为他们加油的这些加油机是让 KC-135啊 KC-46放出来的。对他们那个把自己的这个 transponder 就是这个信号打开了，所以别人能看到。然后美国有很多军事爱好者闲着没事他就是盯着，对，他就盯着，就天天 B2 的踪影啊，看 B2， 我能不能推敲出什么出来？对，然后他们就推敲说，根据这个加油机的动向和数量啊，这个 B2 起飞了，正在向西飞行。你还记得吗？当天福克斯还去问国防部，国防部说我们飞机是飞到关岛去的。对，官方是这样讲，官方这么讲的，让关岛飞行。关岛飞行，那有撒谎吗？没有撒谎，这是实话。有没有骗我们吗？有骗我们？就是整个这个欺骗行动，美国国防部没有撒一句谎，我说的都是实话。但是全世界都以为这个 B2 正在太平洋上空要去这个伊朗，但是如果我们算一下时间，你就知道，因为它是亚音速飞行嘛，就大体知道，就是说按照这个飞行时间，大概是星期天的凌晨。才会到达伊朗上空轰炸，所以我那天想我不着急，我先去看场球，然后我去看场世俱杯，去看世俱杯去了，看完世俱杯一刷推不得了了，川普说已经打了，就被这么搞了个突然袭击。我在家还看地图，我是从那个美国西海岸出去啊，过了太平洋，然后在关岛。可能这个就算不降落，最后的降落地点有可能就是关岛。因为它不会落到别的国家嘛，所以如果在关岛如果起飞，那就是再下一个就是这个到印度洋的这个
安德曼，那么那个地方有一个那个群岛那儿有一个美军的基地，然后再起来马上就到这个中东了，就到这个穿过印度或绕过印度就到了。所以大家都算了，说那个他然后这个突然袭击肯定是从这个方向嘛，没想到就是整个就是反方向。所以我觉得整个的目的就是他让伊朗如果知道的话，他是算不准的，他会觉得24小时之后才有袭击，对不对？就是这叫 element of surprise 嘛，目的就是让伊朗就是没办法反应。结果伊朗是一枪不放，人家全部打完一枪不放就出去了，就是完胜嘛，在这个意义上。川普还有呢，他说2周之内再决定要不要参战，你这个欺骗也没说谎 ，within 2 weeks，2周之内，2天也是，2小时也是，所以就是把这个指定高阶跟范伟骗。我那天仔细就观察，他不是放了一组图片照片。就是所有的官员在战情室里面，就是包括这个国防部的那战情室里面，因为他一直说打了，但是几点钟打没人知道嘛，他没说。但是那里面有一位官员戴个手表，就很严肃的看，我就把那个手表放大，可惜我的这个技术太差啊，手表放大了以后，估计模模糊糊看到5点多6点多，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美国的时间啊，我说赶快计算啊。对，在伊朗正好是凌晨1点或2点，对，那正好17个小时吗？它凌晨0点起飞，17个小时就是下午5点多的时候进入伊朗开始轰炸，差不多这个。这个轰炸这个指定有什么你研究到的这个表面媒体上没有说的一些细节？有一个细节挺有意思的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 Top Gun。看过我看过，但是快忘了。这个阿汤哥第2部，对吧？我从1到4都看了啊，特别好看。阿汤哥当时是电影中是驾驶 FA-18超级大黄蜂，他也是去炸这个伊朗核设施，对不对？他炸的时候，他投弹点是通风口啊，因为通风口，因为你建在地下这个设施，它一定要有通风，要有这个这个空气流通这个东西。但你这个管道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你的弱点，对不对？我往里面这个投，首先它可能直达你的核心部件，第二，它本身不坚固，这个管道嘛，一击就穿。就是我有看到网上有分析，就是说，在福尔多核设施有6个落点，12枚炸弹，就是每一个落点对应2个炸弹。首先是说明它非常精准，就是说你如果不精准的话，2个炸弹就偏了嘛，就说明这2个炸弹同一个落点非常精准，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有人对比之前的照片，认为那个地方就是以前这个通风口，就它从通风口进去的。然后再加上这个投掷这个 MOP 是3万磅，3万磅差不多16吨，14吨，14吨，14吨什么概念？就我们知道这个一架 F-16战斗机，差不多就这么重也就是说 B2。一次带着2个战斗机的重量摔下去扔下去就是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它是这个它的穿深大概是60米，然后福尔多它大概是在地下就是80到90米，所以你看所以它就一定要2颗炸弹，因为一颗炸弹炸不透。对，所以说它就是第一非常精准，第二通风口，第三2颗炸弹叠加攻击。当年就是去年的时候。以色列打这个纳斯鲁拉，就是那个黎巴嫩珍珠岛这个领导人他不是也在地下吗？对，当时我们看那个建筑物全被炸毁了。对，但是以色列它没有美国这个 MOP，因为以色列它都是战斗机，什么 F-15、F-16，它带不了这么大的。以色列有一款小型武器，2000磅的，叫 BLU-109，它的穿深，你们猜只有多少？10米、20米，再往小里猜。真的？你说是打混凝土的？打混凝土，混凝土就是5、6米、6、7米，这个感觉。它的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米，BLU-109穿深是2米，混凝土公式是2米。当然，它实际有可能更远。但是以色列就是用这个武器，这个定点清除了纳斯鲁拉，它也是这样的，同一地点投多枚炸弹，接着砸，一个我往下打5米、10米，因为它那个不完全是混凝土嘛，它那个是大楼，然后有一些这个土地的在，所以它穿深可能更多。再打第2枚、第3枚、第4枚，像钉子一样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对，就是这个感觉，直到打到纳斯鲁拉所在处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一点，就去年和今年很相似的地方。对，我说这个美军投弹呢，因为我以前见过这个中共的军队的人，他说那个美国人很厉害，在朝鲜战争的时候，
大家美国飞机来往坑道里跑，他说你看到美国的飞行员多么厉害，他从很远的地方对着山冲过来，冲到很近了，他一投弹啪跑了，那个弹点刚好进你这个坑道口。然后他说反而是在坑道里面是最危险哦，因为你跑不掉，因为他一进来就是你就算没炸死你也闷死了，就是你没烧死没炸死你也闷死。见了美军往坑道外跑。对，我尽量他就往外面跑。但他当然他说那个是美国的空军在当时都是二战打出来的老油条。对，二战可厉害了啊！美国当时二战时候，就前2天有个电视剧，苹果电视剧，就是讲这个 Bloody 100，就是那个100航空大队，他们就扔炸弹往德国头上扔炸弹。他们当时就是二战时期，美国和英国在轰炸上有分歧。英国坚持我们夜间轰炸，夜间轰炸时候不准，但是我不管，炸到平民就炸到平民了。美国坚持白天轰炸，白天轰炸准，但是可能遭受到敌机拦截很厉害。但是美国人坚持这个原则，但他们就练，他们有一个仪器，就是专门去定点投掷的。所以就像您刚才说的，这45年二战结束，50年代朝鲜战争，这5-6年时间，这美国都是精锐啊。对。他就突然就是这个陆军呢和那个陆战队啊都是新兵，但是空军全是老兵回去了。所以那个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空军是特别厉害，这个是大家都知道。这次 B2 让全世界惊艳，大家都在讨论这个 B2。我看那 B2 是1979年美国才开始提出这个概念，开始研究，其实也是很老，就是说怎么讲是一个比较老的，并不是一个最新的武器，对不对？那么它在过去历史上，除了这次之前有用过吗？我看到有的说是第一次真的去用这个3磅半的炸弹的去炸去，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到这个3万磅钻地弹实际使用，第一次，对，第一次，因为它之前一直没有用武之地嘛。你说你打塔利班或者打伊拉克，根本不需要这个东西。但是 B2 其实过去一直在用啊，包括阿富汗、伊拉克，我们都能看到。它带别的导弹，对，带别的炸弹。那个这次是 B2，这次 B2 它还有一点是连续飞行37个小时，就是从密苏里走回密苏里。这不是最长记录，这是第2长记录。第1长记录是911之后，那是飞了多少时间，知道吗？我有点忘了，可能40个小时左右。那个时候美国出发，他也是从密苏里出发，密苏里以后他是往西飞打阿富汗，打完阿富汗之后他就您刚才说这个迪格加西亚这个军事基地在印度洋上，在那儿以后他是在那儿休息一下，第一组这个 crew 就下来休息，第2组 crew 上来再把它直接就开回来。对，所以但是就不是连续作战了嘛，所以就是他时间没有，这次是37个小时，就是对呀，可是非常厉害，我就很好奇哈，因为一个飞机上就2个飞行员，对，36个小时，他这怎么睡觉？你今天上午还说怎么上厕所？你了解吗？这 B2 是这样，它是战略轰炸机，它其实只有2个，它后面有足够的空间，就让人休息的啊。就是至于上厕所这个事儿，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我不知道是不是需要穿一个什么特殊的尿袋，对，但是他们是有休息空间的，就是你可以换着去休息睡一会儿，这都是可以的。因为 B2 设计之初就是说我要打击世界上任何地方，你看这次就是伊朗和美国地球的2端，对。我24小时内我说打我就打了，全球投射哈。对啊，它这个是 B2 是不在外国领土之内停下来的是吧？它是不间断，就是空中加油。我知道，就是说它不降落在别的国家的，它就是打完它就回来，不管你全球任何地方，它都从美国出发，打完以后可能在它的军事基地某一个非常……对，我觉得会不会只是这一次？因为我看到乌代德的军地它是可以停 B2 的。B2、B52都可以停，只是在这一次没有停。那我对不起，我记得还是说以前有 F22 好像是不停别的国家还是怎么样？我的印象中有这么一个印象。那指定这次除了这个叫做什么钻地炸弹之外，他还打大概几十枚的这个战斧导弹，你觉得那是什么理解？他那个导弹什么作用？
它战斧导弹是从这个阿拉伯海的核潜艇上发射的，是它的目标是伊斯法罕，就是这三个地点嘛。这个伊斯法罕全部是由战斧巡航导弹打，因为伊斯法罕这个地方它没有地下设施，就在地面上。地面上我就战斧导弹我能清除就清除，我不麻烦空军了，因为我成本最低嘛，我潜艇发射就行，空军过去。就美国这次动用了125架飞机呢，就支援飞机加上战斗机、轰炸机，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每个飞机一飞1个小时，那就是几万、10几万、20万，就是这个花费是非常高的，几十万。对。你看我们的观众 Jennifer Chang 说。B2 上面楼上有厕所，给你们补充一下。哇，我们还有观众朋友知道啊。然后还有 Min JKO 他说 B2 上有床有马桶，也不是用传纸尿布。然后那上面还有这个微波炉啊，就2个人，只能坐2个人。在这个里边，所以很有意思哈。大家你们都这次 B2 美国这个行动的确让整个世界都非常的震惊。那所有人都在研究这个事情，你们有什么讯息也可以补充到下边。对，我是还想请教一下指定啊，就是说现在美国除了 B-21，我们知道它马上要发展要服役之外，B2 是不是已经是轰炸机里面是最厉害的？目前来说是这样的啊，就是它无论航程、隐身性能也好，都是世界上最强的。它只有10几架，好像听说。现在是生产21架，目前有19架处于这个服役状态。那个 B1 和 B2 有什么区别？B1B 是枪骑兵，它是隐身性能不是很好，它主要强调一个低空突防。它可以超音速，所以他们强调点不一样。OK， 因为冷战时期，当时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地球它是圆的嘛，它有曲率嘛，你飞得低的话，你雷达是照射不到的。对。所以那个时候讲究一个什么低空突防，包括你们当时以色列突袭乌干达机场。它就是一路低空过去的，对，你发现不到。上一次炸伊拉克的核设施也是低空，也是对 F-16、F-15也是低空，那也很经典，对。所以 B1 和这个 B2它这个用途不太一样，对。它这个 B2 我看到有讲说，因为太重了那2个炸弹是吧？太重了，然后他自己要带着2个炸弹再装上油，根本就起飞不了。所以呢，这一次就是先不加油，先起飞，然后再到空中再加油，是有这个说法吗？是这样，它是轻油起飞，轻油起飞之后以后就是可能飞不久，然后马上有加油机给它加油。我看到说这次总共来回好像加了3次油，所以甚至有可能油都没加满的飞，是不是？对，就油没加满，因为飞机它有个最大起飞重量，所以这些都需要权衡的。对，就是说你装那么重的东西，你就装不了这么多燃料，所以就必须中间不停的给你加油啊。他说那个，当然我们都知道飞机使用最大燃油的时候就是起飞的时候可能使用很多燃油，所以很多这个专家说分析说，这个美国的这个 B2 啊，从这个密苏里一起飞马上就加油。所以他们就判断说，这上面装了很重的东西，对，那就是这个，对，这2个大炸弹在上头。对，子丁，我再问你一下啊，你这个伊朗的弹道导弹是自己造的还是买的？你知道吗？它都是自己制造，都自己造的，外国的技术，包括它现在有些这个中程弹道导弹，其实是朝鲜的火星系列导弹的部分技术引进的。它早期有很多导弹是从中共那边引进的一些技术，或者是仿制中共的一些导弹，所以它的技术来源也是就是中共啊、朝鲜，包括俄罗斯。那我再问一个，我非常好奇啊，以伊朗这种，我认为这种落后国家，居然在俄乌战争中，这个能够 supply 能够提供俄国这个无人机，伊朗的无人机的技术是从哪来的？伊朗其实无人机它的科技含量并不是很高，就说这个见证者无人机，它用普通的这个涡扇发动机，它的时速大概是180公里每小时。它从伊朗起飞飞到以色列要5-6个小时，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视频，就是以色列不要说战斗机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跑到叙利亚上空就拦截无人机，因为你想就不到200公里，那其实跟跑车的速度差不多对，比跑车稍微快一点，你还在空中飞，拿机炮就嘟嘟嘟就把你干没了。对，所以它主要是俄乌战争是俄罗斯，它过去这个无人机它非常不重视，然后它需要这个大量的无人机，那伊朗正好有就提供给他，然后现在伊朗是帮助俄罗斯在境内建造这个无人机的工厂，所以俄罗斯现在也能大量生产这个所谓伊朗无人机。对，我看到伊朗那边是说，因为他一直在被美国这边制裁，所以他在他的国防工业方面的技术还是挺厉害的，虽然赶不上美国和中国。
但是 B2 呢有一个大家都觉得像外星的机器，大家都讨论怎么像外星人的那个三角形，这是怎么回事？做成这种形状有什么故事吗？这个它是第2代隐身轰炸，第1代隐身轰炸机是 F117。我们看 F117，它这个形状是几何，它是棱形的，就是一个面一个面接起来的。没错没错。这个主要是因为当时这个计算机技术就 computer graphics 不是很过关，因为它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不好意思，我这个这是不知道，这是警告你不要泄密，给我打电话，不要泄密，打电话来，开玩笑，咱不接，这个节目更重要。就是说，早期的时候，它其实就是说，简单来说，就雷达反射，就你可以做这个所谓的仿真，然后你可以不断变换形状去探测我怎么样能达到反射截面最小。那早期的计算机它是不支持这种曲面，从数学上来说，这些曲面是 NURBS 或者是 BRAP，那个时候计算机没有办法去表达，所以都是一个平面接起来。然后到后来这个70、80年代，计算机就 computer graphics 不断发展，就是说美国又是这方面最先进的，我们能够用曲面建模，通过曲面去分析，就得到一个这个最优解、最好的解。所以美国是第一个，就是把曲面建模运用在飞机制造中，而 B2就是这样一个结晶，它的反射截面要比之前的 F117要好的很多，这是为后来很多战斗机都是采用。当然，现在计算机已经很发达，和40、50年前没法比。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 ，B2 这可是40年前的技术，到现在依然是世界最顶尖。你可想而知，那个时候当 B2 一出世的时候，对世界上其他国家那种震撼和压制能力。对，你不要说 B2 了。B117都已经震撼的不得了。对对对，因为 B117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我们都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是当时美国就是北约在打这个南联盟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是这叫 F117是吧？F117在南联盟的上空被打下来了，结果呢？因为太奇怪，所以这个塞尔维亚的人呢，就把它这个送给了一部分，送给了中国。中国把它放到大使馆里面结果被美军探测到，结果5个钻地弹直不同方向进去，把大使馆给打了，把大使馆彻底给炸。因为那个记者嘛，对当时来讲，那个是属于美国的，就是超越性的一种科技，他不想让你知道，就是当时是这么解释。但这个事情到底是真是假，反正美国官方也没这么说。是中共官方也没这么说，但是这个事情呢，确实在这个业界传的非常非常多。那这个 B2 现在这么厉害，你作为一个军事方面的爱好者，你去看了之后，在整个的军事研究这个领域当中，大家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然后，那这种技术现在，比如像中国或者是俄罗斯这最先进的这种技术军事国家，他们能不能仿造呢？就我先说感受啊，这感受就是，你看这个武器，你觉得它好，但在实战中真用，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就像你喜欢足球，你喜欢梅西或者 C 罗，对不对？但是你现场看他比赛，那感觉不一样，对不对？你所以那么多人一定要花这个几千美元你去看了，连打仗都不管了。那个梅西没来啊，梅西来的时候我肯定去看。对，就是非常兴奋，真是非常兴奋，因为这武器实战就是用，并且还有一个就是说武器好不好用，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正反双方不一样，在实战中用了，大家都知道它是好的。没错。好，那川普啊，他去年5月份说，如果什么台海发生战事的话，他会去轰炸北京。以这种 B2，他去轰炸北京，你觉得中共的军队能挡得住吗？能够造成这种进去出来都不知道这种情形吗？中共的军事实力比伊朗强很多，OK，所以美国要去做这件事情，他一定要做很多前面的一些铺设，就包括这次伊朗他的防空部队已经被以色列已经端掉了。对，我先是从一方面来说，中共的防空系统它是和伊朗有相似之处，都是继承自俄罗斯。伊朗最强的防空系统是 S300 中共也有，当时是从俄罗斯引进主力装备，之后又花了几十亿美元引进的 S400。中共在 S300的基础上仿制了红旗9，红旗9目前是有海红旗，有陆军用的红旗，是目前中共海军和陆军主力装备。也就是说，中共的技术是和伊朗一样源自俄罗斯，但是中共有俄罗斯更先进的 S400，同时自己也武器装备也有在继承和发展，所以中共的武器是比这个伊朗要更强。当然，空军它有歼20，还有一些其他的武器装备。所以，美国如果要派 B2 去轰炸，因为 B2 它的一个就是说这次轰炸它是你要飞到你的头顶，就意味着我要进入你的防区。
而我进入防区，我要保证我的安全，我要先把你防区内的防空包括战斗机去清除掉。所以如果美国真的派 B2的话，他一定要先去端掉北京周围的所有的这些防空系统，甚至能够对中共可能起飞的机场进行压制。这个战术和这个从战争的层面上讲，它是完全不是一个 scale 的一个事情，就费老劲儿了哈。对，你知道中共军队里面原来有一个王牌军队，王牌军，就是在大连葫芦岛那一带。OK， 他的目的就是防空。哦，就是防空部队，因为这个从南韩或者从日本方向飞到北京，这个中间一定要经过，就是已经是中共能够最突出的一个地方，就在那个辽东半岛上头。那就专门天天盯着。韩国有机场有几个飞机起飞，几个飞机降落；日本有几个飞机起飞，几个飞机降落，天天盯着，天天做这个总参三部下属的。总参三部下属有一个以前就是一个军呢，整个军在这个地方，这个其他是没有的，专门干这个事儿。我也看大家就在讨论这些，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因为这次川普对伊朗的袭击呢，属于先发制人，是没有跟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我就是不想让你拥有核武器，现在是最佳的毁掉你的机会，这叫先发制人。那大家就在讨论了，那如果美国或者是川普政府认为我确认了中共要对台湾开火的话，我确认了啊，这前提是有这个条件的话，他说不用去大北京，你就直接把这3艘航母用这个 B2 给它炸掉就完了。大家有人这样的讨论哈，能不能做这种先发制人？那子丁，你觉得他们这个讨论有道理吗？从台海战争角度来说，其实美国直接攻击，就像刚才说，直接攻击北京的可能性其实并不是很高。但是它就是把中共的海军主力，包括这航空母舰，不要说3艘，只要1艘击沉了，因为它总共只有3艘嘛，它就不敢去打台湾。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起飞的距离呀、等等的。就是美国其实 B2 这次轰炸主要是对地轰炸。美国如果对航母动手的话，它可能不是依靠 B2， 对，因为 B2 它的这个不需要那么导弹就行，也不需要这么大的一个炸弹，对，它不需要这个用的武器是不一样的。就是说，美国如果要干掉中共航母，它可能2个手段，一个手段是核潜艇，美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这个核潜艇的部队。60多艘攻击型核潜艇，海狼级核潜艇，这核潜艇，这个美国核潜艇非常厉害，静音效果非常好。中共舰队里面最弱的环节又是反潜，对，它是反潜，反潜很弱，因为反潜就是中共之前就反潜靠这个直9直升机，直9只有4吨。这4吨就是这个非常轻，它基本带不了什么装备，连浮标声呐都没法带，而且自己的这个，因为你探测潜艇是声呐技术也相对落后，也是当时就80、90年代从法国引进进行仿制的，所以就是核潜艇是端掉中共海军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当然这也是中共过去这5年10年想要去弥补的一个环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海军这个主要由这个航母编队起飞这个 F-35战斗机或者是 F/A-18这个海军的航空兵进行远程打击，主要是发射了导弹比如说这个就是 AGM-158，然后它是美国最新版本它的射程可能达到1000公里，B2也可以发射。包括 B-1B 枪骑兵，对，这个包括 B-52战略轰炸机都可以，它可以在防区之外，就500公里之外的情况下发射，所以B2包括 B-1B 都有可能启用它，但是攻击手段和这次直接扔炸弹不一样，都是在距离你一定的情况下，比如距离你500至800公里发射远程反舰导弹将你击沉，所以就是一个是核潜艇，一个是反舰导弹，反舰导弹可以由陆地上战略轰炸机发射，也可以由海军航空兵上进行发射，大致是这样的。好，那我问你一下哈，这次以色列对这个伊朗的对攻，对不对？当然，最开始以色列确实有它的叫做 element of surprise， 对不对？它就突袭嘛，钻到人家肚子里头去搞一个无人机基地。但是呢，从宏观来看呢，双方对垒，你说伊朗确实积累了等于是40、50年的它的军力，对不对？以色列也是吧，几十年的军力，这个60、70、80年的军力，双方一碰，这边完全垮掉。
OK， 你不管你平时在家里如何摩拳擦掌，如何觉得自己多厉害哈，最后一碰那就是见真章，对不对？真金对白银，是石头碰石头，还石头碰鸡蛋，一看就看得出来，对不对？这次你怎么看待双方这么一个最后3天之内72小时完全丢掉制空权？是不是伊朗他自以为还行的所有这些防空系统，他其实根本挡不住以色列的攻击，或者说挡不住美军的攻击的？他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伊朗，就是他的领导层，就是有句话叫做"人贵有自知之明"，但是很多时候其实人不清楚我自己有多少。没上战场之前，特别军事上，包括俄罗斯打乌克兰也是这样的。俄罗斯觉得我几天之内就打下来，就不是说俄罗斯这些人都是就是傻，不是说普京就是傻，或者是这个绍伊古就是傻，我就是这样的认知，我建立在认知上，我做出我的判断，我认为我判断是正确的，没有人觉得我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我会去做这个决定，对不对？都是我觉得正确的。那回到伊朗和以色列这个问题，就是双方的技战术水平、军事装备的差距实在太大了，而伊朗又建立在去年的一个假的认知、虚假的认知之上。我们知道去年伊朗打了以色列2次，规模都挺大的啊，发射了不少这个上百枚的无人机。几十枚甚至上百枚的巡航导弹加弹道导弹，以色列的回应是相当克制的，相当克制。那个时候就是发射几枚导弹，端掉了伊朗的 S-300防空系统、几个工厂、几个指挥部，和今年这个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那伊朗可能就是有这样一个这个概念，感觉以色列打不过我们，不过如此，不过如此，对。但是以色列当时是因为有美国政府或者拜登政府的压制，所以他放手啊，对他没法放开手来打，所以他可能建立一定错误认知。那以色列军力是真的是非常强大的，就是说你不要说伊朗了，就是说以色列放在世界上，就是说除了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打，他可能都不会落于下风。好，所以我下一个问题就是，当美军跟中共军队正面对抗的话，会不会这个重复以色列对伊朗这个结局？因为我看到伊朗的防空系统是中国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你这方面了解怎么样？就是往前看的话，能不能看出来将来是不是鸡蛋碰石头，还是石头打石头？我先回到就刚才那个小问题，就是说防空系统，伊朗的防空系统主要是俄罗斯，但是它有一款雷达是前两年从中国引进的。那这些雷达在战场上证明它是没有它所宣传那么大的作用。我们再回到亚太这个就是中美对决，两方面，第一方面，我认为中共是比当年苏联相比于美国更加强大的对手。这是因为中共它的无论制度也好，它的这个民营经济也好，和当时苏联是完全不一样。那个中共它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去融入西方的工业体系，反而注入到自己的军工，给自己军工带来一定的活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现在中共的军力和美国仍然有非常大的差距。虽然中共在过去10年不断追赶，这两个事实我们要分开来看。因为如果我们看过去，就是说美国包括很多军方的将军都说，中国军力的 build up 就是增长，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这非常 alarming 的一个事实。是，但是美国它的存量，它的这个实战经验仍然是全球第一，而且是不可撼动的。美国现在是这个福特号航空母舰、电磁弹射各方面，它可以随时，包括我们就说这次他要打伊朗，24小时内说打就打了。他要打伊朗之前，他在中东地区可以调集3艘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本来就在中东，然后尼米兹号现在已经进入阿拉伯海了，前2天是刚过马六甲海峡，上个星期刚过马六甲海峡。福特号航空母舰下个周部署到地中海。也就是说，他要想动员，就是说，面对任何突发事件，我可以随时动用3到4艘。当如果在亚太地区发生战争，他能动用更多的航空母舰，动用更多的战斗机，所以他的军事部署、军事反应能力以及实战经验，这是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比得上的。更网论技术上的差距，我们就说 F-35战斗机，F-35战斗机目前全球生产了1200架，1200架，中共的歼20有多少架？这个数字目前不太清楚，有的人说100架，有的人说可能100多架，100-200架。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不看质量，单看数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而且美国的盟友，美国打仗，美国是世界第一，美国打仗从来没有说自己一个人单独干的。1战、2战，对吧？阿富汗战争，
这是北约历史上第一次激活这个 Article 5，对然后所以是英国、加拿大、北约其他国家一起加入。对啊，这是北约自卫条款，所以你看打阿富汗，美国都，所以美国在亚太地区它的盟友菲律宾、日本、韩国。这些提供基地，我们就说中东好了。这次中东打仗，我们才知道，你仔细看，美国在中东有多少基地？你看巴林有基地，卡塔尔有基地，沙特阿拉伯有基地，约旦有基地，伊拉克、叙利亚、科威特。你说只要任何一个海湾国家，美国都有基地，而且不止一个基地。那亚太地区也是这样的。你看菲律宾，美国就是去年的时候和菲律宾军事演习，直接把海马斯拉到菲律宾上面，对，带着导弹就跑。为什么跑呢？实地考察呀。战争发生的时候，我海马斯往哪儿拉，我要心里有数。我海马斯的负重，你的公路能不能承受起？就是魔鬼在细节之中，而军事打仗它就是要强调这些细节。我所有这些我都研究的好的，真的发生战争了，我第二天我海马斯 C130就直接运到菲律宾去了。运到菲律宾以后部署南北夹击，北面日本本来就是我的盟友，与那国岛距离台湾100公里，对不对？冲绳距离台湾600公里，我战斗机冲绳有好几个美国的空军基地，普天间、加手纳，我的 F-22战斗机一天我就可以从夏威夷或者这个阿拉斯加部署到冲绳。我问很笨的问题啊，在菲律宾的海马斯能够打到台海吗？完全可以，是啊。你要这个我得补充，我得这个表现一下，不能都让这个对我得表现一下，我得表现一下，在巴士海峡，就是在菲律宾到台湾之间有很多小岛，这些岛大部分都是属于菲律宾的。那个岛上面，你用 Google Earth 去看，你会发现最近修了好多机场啊，它那个机场的航空母舰。对，它实际上它那个海马斯不是用船运过去，它是用飞机运过去的。据说呢，那个 C130还装不进去，他们把它怎么设计拆成2部分运进去。它飞机一降落，海马斯拉出来，装好，把弹药飘打完以后上去，飞机就走了。据说能够就是10分钟之内就完成了。我得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很多人不知道，海马斯就是有制导的火箭炮，它除了发射火箭炮，可以发射弹道导弹。对，就是美国陆军弹道导弹 ATACMS 大概是300公里的射程。美国现在开发新的叫 PRSM 精准打击导弹，射程500公里。增程版能达到900公里，同时它还有反舰版本。它那个从那个岛上面到高雄，也就是120公里，对，差不多100多公里，所以120公里非常近，非常近。美军大炮就在台湾身后，是吧？对，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就中共飞机每次起飞绕台啊，去威胁，都在西南航空区。西南航空区就是那个位置，一个是就是这个不是西南，这是台湾的西南部的防空识别区，这个位置每次都穿越那个位置，经常就是东沙群岛，然后这个巴士海峡，就是那个上空走来走去，它就是为了熟悉那一带的区域。一个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潜水艇一定会埋伏在那个附近，另外就是那几个小岛。那你因为要登陆，最有可能大家都知道，最有可能就是高雄港。如果是突袭的话，那就是完全在别人火力范围之内。所以现在大家都已经，在我估计在电脑上都推演了多少遍了，已经。子定，听你这么一讲的话，那中共疯了，他去打台湾，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跟美国对抗，他是跟美国所有的盟友再去对抗，对吧？那你现在还是有这样的说法，包括美国进行多少次军演，都认为损失惨重，惨赢都没有说很有把握。还有呢，就认为美国去支援台湾的这个时间不够。那这事儿咱话这个两头说哈。那如果这次看到伊朗的这个攻击的时候，之前呢，台湾方面就开始这个以美论遗川论，就说了。这次川普你看对伊朗也不敢出手，所以呢，台湾你也别想了，不会保护你的。之前就有这个说法，现在呢，川普生也不止，光给你砸了，砸完之后现在什么反应？所以你觉得现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还敢去比划去想去这个侵略台湾吗？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问题啊！我先说这次就是打伊朗对台海地区的影响。我觉得打伊朗它体现出这么几点啊。第一点就是说，川普政府和之前的拜登不同，现政府是以一个川普意志为核心，执行川普行为一个效率非常高的一个政府体系。
就是我之前就是说，很多人反对川普一点说川普是普京的这个傀儡，或者说马斯克可能对他有影响，或者是那个国家情报总监那个加巴德对他有影响，要么又说是以色列的傀儡。对，但是我们发现不是这样的。你看之前马斯克有一次不是说国防部简报当时邀请了马斯克，被川普拒绝了，你来干什么？对不对？那个。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国家情报总监，他之前2个周前说，伊朗没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川普直接说他是错的。就是说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就是川普决定了做什么，对，就是要做什么，其他人去执行。你看，无论国务卿也好，无论是这个国防部长也好，他去执行，就是美国现政府他透露出来这个执行力。就是说，他不再像以前，就是中共我记得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叫《美国反对美国》，就是讲美国内部有很多内耗啊，对，王沪宁，对，他说美国有很多内耗，这是中共可以利用的一点。但是目前在政府层面，就是川普他的执行力，现在政府执行力是很高的。第二点就是说，川普的这个交易手段叫我称之为叫敬酒不吃罚酒。川普这次就是伊朗60天时间，我给你60天。这次不是我打你，川普的态势是这次是你逼着我打你的。那包括这个，我记得是卢比奥还是谁说了，说这个决定不是我们做的，这是伊朗做的，我们已经给他的选择，他一定要这么走。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就是要回和平，就是说美国也不想陷入这个无休止战争，也没有任何意义在伊朗陷入无休，重点还是在亚太地区嘛。所以第一，摧毁核设施，我们已经摧毁达成红线了，就是说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那这种情况下，这个伊朗政权是否更迭，它可能是一个 bonus。如果能更迭更好，如果不能更迭没有关系，维持现状。你只要不有核武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快速停火。对，我有一个问题我必须得谈的，要问你这个问题，就这个24小时之内，已经有专家提出来了，说北京的西山指挥所怎么办？还有这个，来，我们替这个中共来问这个问题。第2指挥中心在这个湖北这个叫什么十堰这个附近，第2指挥所也是地下几十米啊。当然这种东西早就被别人知道。还有中共的这个所谓地下长城，号称10万公里的地下核长城啊，这个都是在下面的通道里面。这以前是觉得，你想我在下面50-60米、70-80米，甚至上100米，非常安全。但是现在这个 B2 这一仗打下来，你觉得中共是不是要重新算一算了？要把这个兵棋推演电脑里的参数全部都要改一下了。从战术角度上讲，这个西山指挥所它是非常不安全的，因为我们首先这个从地质构造来说，就是说地震带。也不是，它这个福尔多它是一个花岗岩，花岗岩是最坚硬，它比混凝土工事都要坚硬得多。对，花岗岩是一种火成岩，就是火山喷发了以后。我其实去年的时候，你们还记得有个新闻吗？就是说中共在北京西郊要在大规模的建一个什么地下建筑，我当时特地去查了北京西郊的地址。那边大多都是沉积岩，它不是火成岩，就是它不可能有花岗岩的这个砂岩、泥岩，对，沉积岩就是海带来沉积岩，所以西山它就算在地底下，它的坚硬程度和福尔多是没有办法比。花岗岩比混凝土，它的抗压强度是混凝土的3倍到5倍，就是说你现在你做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你做的再坚固都不如花岗岩坚固。所以美国它在冷战时期有个下岩山空军基地。就在落基山，科罗拉多落基山的花岗岩山体之下，上面有600米厚的花岗岩，它能够抵御一切进攻，什么核弹、生化武器啊。然后它里面它的大门25吨重，门关上，里面的人可以再生活几个月时间。它里面最多能容纳可能上万的人，但是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可能大概几千人。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巨型钻地弹。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去轰炸地下设施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这个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跟石山探讨一下你刚才这个问题哈。就是中国的比如10万公里的这个地下长城啊，这个那个的，我觉得从这次停战，我觉得这个停战是个大决定，对不对？你看着为什么不乘胜往前走，然后把这个政权端掉？我现在读出来就是这样哈。比如说卢比奥他昨天的一个采访，我觉得说的非常清楚，他说
那个叫做那个 Mary Toma 是吧？那个 Fox Business 问他，那个 business 主持人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往前走，把这个政权换掉？”他说换政权 is not our business。Our business i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就是说，美国是没有责任去关心各个国家，包括敌对的国家，它是什么样的政体的。他说我们不喜欢伊朗政权，但是换政权不是我们的事儿。我们的事儿是把美国搞好。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核心的这个战争背后的指导思想。美国真的是包括川普总统在内，他没有兴趣说把一个个我看的不顺眼的政权改成我看的顺眼，那不是他的工作，除非他顺带这么去做。所以呢，我认为哈，川普昨天他在这个Truth Social上发的推说政权干嘛不换掉，他是跟伊朗人民说的。那是你们的事儿，我就说这意思就是说，将来如果要把这10万公里的坑道哈，如何把共产党搞掉，在川普看来，我认为哈，他认为是你中国人民的事儿。如果中国威胁到我美国，我不会跟你客气的。但是我没有责任进去换掉中国的政权，这是我的解读哈。对，我先讲这个，其实美国人在越战之后啊，做了非常非常深刻的检讨和反省。这个不光是军方，还有他们的战略制定的所有的这些人，他们得到了很多很多结论，包括现在的精确制导武器，都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这在越战的后期提出来的，说我们能不能不搞 B-52地毯式轰炸？我们不就是炸一个桥吗？能不能一个炸弹下去就把那个桥给炸了？就是这个概念，最后延伸出来，现在所有的精确制导武器，就是在1973年、74年的时间，有国防部的人提出来，然后由技术人员去落实。在越战后期的时候，他们就去做过试验，还真行。但是呢，当时因为技术不是很成熟啊，这后来这个发展，这个我们说这是越战给美国人的其中一个他们的这个反省啊，这个问题。其实，在战略上，在战术上，在整个这个武器系，他们有一系列的这个反省。包括我的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他在战略上的一个反省，就是说，美国绝不轻易派地面部队再进去，所以在这个海湾战争打科威特那是一个例外，第二次打阿富汗那又是一个例外，第三次再打伊拉克又是这只有3次，这个例外。他们的这个当然这里面都有争议，比如说第2次再打伊拉克的时候，美国军方其实是提了很多反对意见，说我们干嘛呀？去把那个萨达姆侯赛因搞掉，没必要嘛，是吧？所以。当时说他们有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何我们一定要把它搜出来，怎么样？当然，那个阿富汗战争是美国人鼓着一肚子气，这个是报仇嘛？对，世贸大楼给炸了。在其他的时候，他基本上都运用他的空军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我的目标就是只是摧毁你的战争能力。是。That's it， 是我就不管了，剩下的事你们自己搞定。对，所以还有就是他的所有的地面部队如果要进攻的话，一定要有地面部队的配合，就是对方要有部队配合。不管是在伊拉克也好，在阿富汗也好，他都有当地的武装来进行配合。所以这个都是他的一些这个考量的这个在里面。还有一样东西。美国一旦要我的印象特别深，他说一旦美国要动武的话，这舆论战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一定要率先提出一个胜负的标准，这个很有意思。这比如说这次打伊朗，我就是目标，我就是炸那个核武的设施，我炸完了我就赢了，我干嘛继续打呢？这样呢就不像越南战争，你永远没一个目标，你是什么时候打赢，什么时候打输？美国人在越南打赢了所有的战斗，所有的这个都打赢了，就整个战争打输了，这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所以美国人在拼命总结这种东西。所以现在如果对中国的话，你说他会派军队进去，我跟你讲，他绝对不会派军队。这是我觉得我觉得要有一个认知哈。我同意你刚才说的，美国军队现在我觉得两个原则，第一是他的 boots 不轻易 on the ground， 不轻易派陆军进去，军队进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他们的认知啊，用空战是没有办法改变政权的。在利比亚他们学到这一点，把卡扎菲炸成什么样都不可能把卡扎菲这个政权炸成另外一个政权。那么在那个南联盟也是这样，在南斯拉夫他们也没有办法用空战改变 regime。
那么在伊拉克又是这样，他们学到的就是说，对，空军可以把对方打趴下，打到地上趴在那，这嘴巴啃着土，但是我没有办法用飞机来导致地面政权变化。对，所以他就不干这个事儿，他既不派军队，又没有办法用空军来改变这个地面的政权，这就是为什么他是收手，到这个时候停下来就很好了。何况我们本来就任务就不是要改变。假设啊，我们假设一个situation， 就是假设伊朗有一个反对派的武装，而且还成了气候，我估计美国人就会干了。就是他可以用空军去协助那个武装，就比较容易了。是，所以这就是叙利亚和伊朗的区别嘛。叙利亚去年10天变天了，现在是12天，对吧？战争结束了。那叙利亚有很强大的反对派，当然背后有土耳其的势力，有美国。关于这个事呢，我记得大概十多年、20年前，曾经看过一个美国的一个报告。他那是兰德公司的一个，就是说，如果台海发生问题了，美国应该怎么介入？当然，他有几个方法。他说，我们打有限战争，还是打无限战争，还是打全面战争？我们是被动防守还是主动进攻？就他有一系列的这个选择题。最后，他们这个报告的结论是打全面战争。这个当时看了挺令人震惊的。他的报告结果就是说，因为如果你只是守台海，那你就是在战略上、在战术上、在武器上、在各种你都是被动的，因为你知道《孙子兵法》啊，这讲的什么时候打啊，打往哪个方向打，在什么地方打，什么全都是由对方决定，你就被动守。他今天打，明天不打了。他这个全面战争是怎么定义的？什么叫全面战争？对，待会儿我会谈。最后他的意思就是说，要把中共的这个整个战争能力全部打回到韩战时期去。也就是说，我帮你这个澄清一下，就是说，美国人认为，起码这个兰德公司认为，打局部战争他不要打，因为他打不赢，人家以逸待劳，对不对？没错。所以要打赢局部战争，他得打全面战争。对，当时他设计了一个很初步的一个构思，一个想法，就是等中共进攻台湾的第2个星期到第3个星期的时候，美军突然出动，把这个沿海的机场和港口全部炸掉。然后呢，在台湾登岛的部队就成了这个孤军了。你可能上去了10万人，瓮中捉鳖，而且是这10万人可能是中共军队里面最精锐的10万人，是，而且还有一部分呢是在海上就没了，给干掉了，又有10万，然后在岸边又有10万，等于是中共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整个大陆，你虽然说100多万军队，但你真正能打仗的厉害的也就那20多万、30万。基本上就全没了，这是第一。第二，他会拿到制空权以后，完全突袭中国大陆的内地，从东北开始一直炸到西北，就是把你的什么桥梁、机场什么，还有最重要的是兵工厂、重要的什么化工什么，全部炸一通。全部炸一通以后，他就说你的战争能力就回到50年前了，我就不管了。至于你发生什么，他有一招很毒的，他说把铁路都给炸掉，在那个铁路，因为中国是多山多河流的这个土地，所以要把你的河上的桥梁炸了，把你的隧道给炸了，你那个铁路就回不去了。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中国有很多农民工，农民工有2亿多，然后他的那个社会稳定的一个机制就是他回到家乡去了。他说我就不让这批人回到家乡，就在城市里面，他们又没有工作，是又没有户口，又没有什么，社会会出问题的。然后他的意思是说，我不管那么多，我先把你变成这个样子就完了。这个是当时这个他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不谋求改变你的政权，我也不去占领，我就是把你的这个整个这个战争能力给你这打回到二战那个时期去，其他的东西我就不管了，你自己看着办了。到那个时候，他认为你里面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了。对，我觉得确实，我觉得有点道理哈，因为这个台湾海峡特别，就是它有个海峡，对不对？台湾那边打仗从来就是断其粮道，你一旦把后援截断的话，前面就饿死了，就垮掉了。所以这个
多少？这个台湾海峡多宽来着160，对160公里，对，这就是很弱的地方。对他的意思，当然他这个整个制定的这一套方案，我认为中共是也看到，像我这样的人看到，他们也看到，所以他们的所有的努力就是建立最新的空军。你看，这中国过去还有防空，也就是说，我不能让你这个飞机长驱而入，是吧？就这样，这次打伊朗，你首先得把对方的防空能力全部给瘫痪掉，把你的主要的飞机给你大概打掉，然后我有了完全的制空权，我可以进出自由，我才能实现这些目标。所以中共的做法就是，我要建立我的这个所有的防空的系统，我要搞好飞机，所以中共不惜血本，拼命的发展自己的空军。哎，那我把话题岔开一下，但跟你也有关系哈。这次印巴对不对？对打对不对？然后这巴基斯坦或者说中共那边说，中共提供的飞机能够把这叫什么800公里之外的这个法国飞机打下来，这件事情你有研究过吗？是真的是假的？阵风战斗机被击落应该是确有其事。OK， 因为网上有一些视频，就是说，包括我们看到这次伊朗战争，有很多大陆媒体说 F-35被击落，这是完全的谎言。因为你在伊朗领空被击落，一定会有视频为证。但是印巴的时候是有视频，就是我有看到这个米格战斗机，包括苏式战斗机，包括阵风战斗机，确实是被击落了。当然，巴基斯坦它其实除了中共武器，它还有其他的武器，比如它的预警机，它从瑞典引进这个萨博的预警机。这款预警机其实乌克兰也有，乌克兰前两天不是前两天了，上2个月也是用的这个瑞典支援的预警机，加上美国的 F-16战斗机，击落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苏35，就是俄罗斯号称最先进的4代半战斗机。所以我想说的是，它是一个体系作战，就是说在这次印巴战争中，就是说它本身预警机加上从中共引进战斗机，加上这个霹雳15比较优秀的射程，它的射程可能达到这个200公里，甚至或者是接近200公里这个距离，再加上技战术上的操作，因为这场战争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就是说印度它是发起攻击的一方。发起攻击的一方，它攻击的地面目标，也就是说，在我战斗机升空的时候，我携带大量是对地的武器，对，包括我们看到就是说有很多暴风影这个导弹的残骸。那我阵风战斗机在升空的这次战争印度只使用了14架阵风战斗机。我个人推测，14架里边可能有8至10架，主要是携带的是对地进攻的武器，比如暴风影巡航导弹、铁锤精确制导炸弹，配合几枚米卡导弹，米卡导弹射程比较近，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可能有4到6架阵风战斗机是专门用于对空作战。但是巴基斯坦不一样，巴基斯坦我升空，我就是要打你的，我带的全都是我最好的空对空的武器。而印度其实它的阵风战斗机很先进，它配的流星空对空导弹是这个欧洲联合生产的，它的射程能达到200公里以上，比中共的霹雳15要远。霹雳15它的出口版本大概是150公里，就巴基斯坦用的，它自用版本可能接近200公里或200公里左右，它从来没公布过。出口版本大概150公里。流星导弹远比霹雳15要先进，阵风远比歼10要先进。这个是从各方面来说，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但是这场战争在各个因素方面，包括印度的这个军队的技战术水平的下面打成了这个样子，也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好的方面学习经验，也可以从坏的方面去学习经验。那以色列可能是好的 example， 那印度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方方的这个。你说的阵风我刚才没注意，阵风是法国飞机吗？对，阵风是法国飞机，就是击落这个达索公司产的这个阵风战斗机。对，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因为这个你知道现代的这种飞机也好，这个导弹也好，护工也好，或者打也好，其实较量的是背后的这个数据，这个资讯。有没有可能这个背后巴基斯坦方面背后这个数据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因为他那离很近了。对，双方离得很近，所以他的有些资料可能是从地面雷达获得的，或者是从中国的那个在新疆的雷达就直接获得了。新疆的雷达可能不太可能，因为隔着喜马拉雅山，你地面雷达是基本上不可能看那么远。但是中共，我看到中共事后有提供卫星图像的这个支持，但是直接对战场上，因为战场是千钧一发，就是每时每秒都在变化，主要依靠是现有的一些武器装备。当然，这里面有中共的，也有这个瑞典的萨博包括还有巴基斯坦人用的武器很杂，还有美国的 F-16。对。所以说，对，因为我知道那个80年代
80年代我碰到过一个当兵的，他是高度机密单位总参三部，但是在新疆的一个项目，然后他说他们主要是跟美国人建雷达，把我吓一跳。我说你们跟美国人在新疆做雷达，新疆内蒙这个地方建雷达，而且呢，他们只能负责基建，雷达里面是不让进的。就是美国人在里头。哦，这个我可以给80年代，我可以给你补充80下面一半故事，或者你有下面一半故事。我没有。下面一半故事是这样的哈，就是中美建交之后，最重要的第一期的协作就是帮助中国防卫苏联。北边防卫苏联，南边防卫印度，所以美国给中国提供了非常高级的雷达，但是技术没有给他们，就帮他们建。所以我就说嘛，中国的叫做国防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美国人一开始送的。大量的援助哈，包括科技的革新、国防工业的更新，全都没有讲。那这在这个叫做白邦瑞哈，就是美国军事专家嘛，白邦瑞的叫做《百年马拉松》里头详细的叙述，大概有10几页纸。80年代美国人怎么帮中国起来的，帮那个时候中共起来的。所以是非常惊人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对，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后面。中共绝对不会讲的。那个中共最早的比较好一点的这个直升机，也是从美国人买的。对，买了5个，结果1年不到就掉下去一个，摔掉了，在西藏。先给成都军区，对，因为它是山地嘛，都是山地，结果就我们现在说黑鹰，因为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中共现在直20就是仿制美国的黑鹰。其实中共它其实有俄罗斯的各种米八各种运输机的，但他就发现这些直升机在高原，就你刚刚说青藏高原，它的运转不行，对，还是美国产品靠谱，没错。所以结果那次摔下去，摔了好几个副司令，对吧？都觉得美国飞机做的很过瘾。这个因为你知道那个地形太复杂，那个山也很复杂，一刮大风的时候，这个摔下去了。后来就不许，好不容易搞了几架美国的，不许到那。你看我是感慨哈，就像伊朗虽然在那捣鼓在中东一直是搞这些什么培养这个恐怖势力哈，美国其实从来没有个心思我要把你干掉，我要把你端掉，对不对？我不喜欢你啊，你别太过火就完了。那美国对于中共的这个态度，那他显然比对伊朗要友好多了。他当时认为你是个盟友，我让你富裕，让你现代化，你自己会走向一个良性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帮助了中国实现所谓的当年的是4个现代化，就中共现在变成美国敌人。这个当时这个故事讲完整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美国在越战之后呢，感到非常的绝望，就是不行了，搞不了了。而且苏联的这个势力在全球步步紧逼，在全世界不光是有苏联的这个军事顾问武器，而且还派了大量的武装人员。那个时候还不是瓦格纳，是古巴的军事顾问都在美国，不是在美国，在这个苏联学完了以后，然后再派到全世界。这个到处都有古巴的军事顾问和苏联的武器，美国人简直一点办法没有。就是这个时候步步感觉在后退，那个时候经济也出问题，国内也反战。那么在这个时候，所以尼克松找到中国的时候，刚好是这个时间。当然，中国就在战略上愿意跟美国配合，我们一起阻挡这个苏联的扩张。但是具体的配合上呢是很少的。最关键的就是邓小平访美，7、8年底，他访美的时候，直接告诉美国人说：“你愿意帮我们，愿意帮我，老子就跟你干，是吧？”然后我就当你小弟，说白了就是这样。对，然后美国人就说干啊干，所以给邓小平只是副主席，给了元首的待遇，在美国的时候，邓小平回去，7、8年底回去，2月份就开干，就打，立刻打，立即打。打完以后，有意思的事情，全世界都谴责中国，包括美国。哎，你不能这样，你这个不行啊，你要撤军呐。嘴上这么说，下面的火控武器就提供，就他不敢美国人提供，他通过欧洲的国家，就是因为这个必须有美国同意，比如火炮雷达。就直接告诉英国人，你可以卖给他。最后，所以中国最后打完了以后，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才有了中国第一套的这个火炮的雷达，以前都没有的，就是靠目测，大拇指竖起来500米打。最新消息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刚才如果说只是川普去发这个的话，刚才我们还有观众说，怎么看一个像倡议似的？现在以色列的总统这个。内塔尼亚胡还有伊朗方面都已经公布了，
过来 confirm 确认了川普的这个。伊朗高级官员确认，德黑兰已经同意由卡塔尔斡旋美国提出的与以色列停火协议。然后呢，那个内塔尼亚胡已经是确定哈，这是58分钟啊，58分钟之前确定了这个这个ceasefire between 他两个国家。所以现在这个就是真实的。这个呢，我就觉得有一个。我也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在昨天，甚至在今天，因为今天是周一嘛，在昨天就说你看着今天一开盘，股市得大跌，油价得暴涨。对。结果呢，油价从78块钱一桶，现在呢来到了68块钱一桶，一天之内跌了14%，对吧？然后呢，昨天呢，左派媒体包括呢一些议员就说不好了，第3次世界大战要来了。现在呢，不但没有大战，然后呢，伊朗就这么悄没声的就同意停火了。那你们觉得川普的这种一个？这一次的袭击对川普来讲，它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的定位？未来会怎么评价它？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那现在民主党他们，你看周日抗议，然后呢要弹劾啊，又说你没有经过国会允许，全都吵。咱们一个一个说。好，首先咱们看看，你觉得从军事史上，川普的这一次的历史定义将会是什么？我先说一下我的感受啊，我感受叫做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就这个事儿确实对我来说还是比较突然，因为这个是你仔细看，它就像一个剧本。这个剧本啊，前面以色列铺垫，B-2轰炸机出场是高潮，到了这个最高潮的时候，你觉得还会继续往下，突然收了，收尾给你来一个转折，千转百折，这是意料之外，但情理之中。你仔细想想，这是这次战争收尾的最佳方式。对于美国来说。不想踏入伊朗，对，就是不想让战争延续，不想像阿富汗一样，或者像伊拉克一样，我在那待个10年，我对你的这个政权也没有太大兴趣。美国的底线就是一个，你不要有核武器。没错，你之前不愿谈，我已经把你炸了。你现在不管哪种方式，你已经没有了。那没有了以后，我就没有再打仗下去的这个目标或者动机。就像你刚刚说，没有目标。那现在的目标就是我们回到和平。对，那今天这个伊朗袭击卡塔尔，其实是伊朗政府要自己给自己找个场子，没错，也提前通知了美国。那美国一看，那这事已经打完了，伊朗可以向国内交代了，那我们差不多也该停火了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就是我在商言商，我觉得这个谈判的艺术是非常高明的，可能这一点。我觉得方伟或者石山是不是更有什么体会？我是不会，我特别不会谈判，我跟谈任何东西都谈崩，最后拍桌子。好，这样我们暂时不选石山当总统啊。那你点评一下川普总统。所以咱们在上次还发了一个民调哈，那把它叫做 taco 啊，就是光是雷声大雨点小，那做了就退，还把它叫 chicken out， 对吧？这是怎么难听都形容川普，但是川普真的是雷厉风行做了这件事情，收得如此的漂亮。那怎么收场呢？他们还要弹劾他呀，还要说他就没有经过国会授权的战争啊，他怎么办呢？我觉得处理啊，怎么收啊？对，我觉得那都是杂音哈。我待会儿说这国会授权的事情，我觉得两个最大的印象。第一呢，川普经此一役哈，那么奠定他真的是一个4个字和平总统。他是不怕打仗的和平总统。他明明可以打赢，往下这顺势打一打，伊朗就垮掉了，对不对？但他不想去做这个叫做什么政权更迭，他不想去介入别的国家的一堆字，也不知道将出现什么烂事儿，所以呢，他确实在硬巴，他奠定了他是和平总统的第一个记录，然后在这个叫做以一奠定了和平总统第2个记录，他只是这个叫做什么来着？那个俄乌没有做成哈，迄今没有做成，那因为背后是中共哈，所以第一呢，川普是和平总统，第二，我觉得呢，川普有和他的内阁有非常清楚的一个宏观的 picture， 所以在整个的战争期间，过去1个星期之内哈，我不断的听到，包括说海格塞斯说，包括万斯说，就说我们不要 lose big picture，因为美国最大的对手是中共，唯一能够真的挑战美国、威胁美国，不光说以后的世界领导地位，威胁美国生存的，他们认为是中共，他们必须把资源从欧洲撤出来，把欧洲甩给欧洲人管，把俄乌战争甩给欧洲人管，必须把这个叫做中东撤出来，让中东恢复平静，甚至最好恢复繁荣，不能在那投射美国的这个叫做有限的兵力，然后把全部拉回到亚太来。我觉得今天最高兴的应该是台湾啊，那么最痛苦的应该是中共。这2个地方一旦平息的话，美国只要打1场仗，他这次奠定了这种叫做立威，对不对？这次真像斩首立威一样的，虽然没有斩首，斩的是那个核武器的手哈，核计划的手，把它拉回到这个亚太来。我觉得中共现在真的是我觉得感觉一定是糟透了，对，打也打不过人家。
然后人家这个兵力集中在一起。刚才我觉得这个子丁你说的哈，如果说双方的军力衡量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中共真的心力是非常非常虚的。这就看到美国，他并不求一战一战之胜或者胜到什么地步，他见好就收，因为他有更大的仗要打。这是我认为的这一点哈。至于说刚才你说的这个民主党现在因为反对党嘛，在野党嘛，总是会不断的说事儿哈。基本上就是说你出动这么大的这个武力去打，宣战是我国会的事情，你总统不能这么做。这话就非常非常牵强。从克林顿到奥巴马，到拜登，那不断的打这样的事情，就是小仗，手术一样的小仗，不叫做宣战。总统是有权利的，从建国以来，这就是叫做宪法第2条款给总统的这个权利。所以你再去吵的话，基本上是吵不到什么地方去的。所以川普并没有违宪啊，也没有违法。对，所以这个事情没什么可争的。但是经此一役，我觉得川普作为和平总统，以及说美国的叫做清晰的叫做什么优先级，他排出来了。这个中庸里面的说呢是在于知止。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啊？君子，在于知止，就是说你再厉害，你要知道什么地方停在什么地方。当然，你说换一个总统啊，我已经打成这样了，我非常优势了，我不是顺便多收拾几个，是吧？你的共和国卫队，你的什么这个那个的这个圣城旅什么，我先多收拾几个，顺手的搞一搞，就多揣一点。但是你没发现这一次他们非常不一样，他们打完以后，他们向全世界说的是：我只打核武器，我没有对他的军事目标、政治目标，我没有做任何的袭击，因为那些雷达都是以色列人干了，是吧？就不用他干，就他说的很清楚。但是他打核武器，他是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实际上，因为这个是有核不扩散条约的。这个是联合国有这么一个规定的，伊朗签了字，对，你是签了字，你现在有了，我就把它给弄掉。这个东西是我作为世界警察，我作为执行者，我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其他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了。所以他我觉得伊朗方面虽然生气，但是他也很清楚，如果为了这口气我去跟你闹，我这个后果会很惨，所以他就是借坡下驴啊。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样，见好就收。对，见好就收。那天就在昨天嘛，前天他在打这个伊朗之前，他不让卢比奥把这个卢旺达先停战协议嘛？然后川普还说了一句，他说我做什么我也得不到诺贝尔和平奖。然后紧接着他就开始轰炸了这个伊朗这部分。所以你们觉得现在如果真的能达到这种迅速停火，那也就是24小时之内咱们就看到了嘛，双方一定都要官宣嘛，对吧？现在就差伊朗方面了，那边已经以色列已经 confirm 了，伊朗这边是高官透露，还没有最高的这种政府的这种官宣。那么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这个川普获得诺贝尔奖？好问题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投他一票。我要说的全话7个字哈，8个字：敢打仗的和平总统。或者敢动武的和平总统，在这种情况下，在政治正确情况下，诺贝尔这个叫研究院哈，我觉得他未必会给他。我们要不然我们在这我们自己做个评比好不好？我们自己来选和平总统，我们的观众愿不愿意选川普得诺贝尔和平奖？我们这捐了这么多钱，我们搞一个方伟和平奖。我们做一个，我们导播哈，我们可以出个 survey 判断一下这个形势。你们觉得川普经过这一战，特别是12天迅速的达到停火的话，而且呢再加上卢旺达，再加上呢中东这一次他把叙利亚等等的结束制裁，然后呢中东的这个协议，各个国家这种投资全部都拉到一起了，你们觉得他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不能哈，我们发一个民调，你不能这个不太好评价。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是一个，有没有可能？应不应该是一个？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对，有没有可能？应不应该？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成天看你们几位的节目，大家都应该有个判断，那就来判断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你有可能？不可能哈。我们这个编辑去发一个民调大家先投票我过30秒我给我的投票好吧，我给我的票你们先投。对，这是刚才讲到川普这个，所以刚才讲到这个这场战争其实走到今天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就接下来就非常有趣了。那你们觉得接下来
这个世界或者怎么去动荡。中共现在之前你看一直站在伊朗这边，对吧？然后呢，你不能轰炸的话，你要王毅威胁，你要注意有严重的后果。那你觉得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台湾是更安全了呢，还是说中共呢其实背后还要去做一些东西？更重要的，大家担心的是什么？伊朗现在你把它都毁掉了，但是它已经有制造武器的能力了，它会不会迅速的又恢复提炼铀、浓缩铀啊，又恢复这种各种战斗机的这种制造啊，导弹头的制造啊？然后你只不过是 delay 一下，政权也没换嘛，最后这战又打起来了，你怎么看？我先说伊朗这个问题啊，伊朗现在基本已经没有制造核武器能力，因为制造核武器，我们光说浓缩铀，浓缩铀它是一个极其耗电的庞大的一个工程，它是要几百上千台离心机串联工作，它的耗电量是极其大的。那美国和以色列这次已经把这3个重要的核设施基本是完全清理掉了，就它已经没有能力，它如果想要再恢复这样的能力，至少可能需要5年甚至10年。我要先生产离心机，生产离心机以后，我再一点点从低浓度的油开始往上浓缩。所以对于而且更重要的是，以色列暗杀了很多的伊朗科学家，这些科学家的知识是不可替代的。因为核工程它是一个很尖端的领域，真的是你不要说它，你就说普通公司少了一个这个非常强的这构架师或者 CTO， 这公司的产品可能立刻就不一样。所以说从这方面来讲，伊朗至少10年以内不会有任何机会获得核武器。而且我认为中东地区会迎来至少10年的相对比较和平的地方。我们看过去，从2023年哈马斯袭击以后，物极必反，那时候是最糟的时候。对，先是哈马斯，再是去年黎巴嫩，然后黎巴嫩真主党，然后再是叙利亚，然后现在是伊朗，这真的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倒啊！所以这是讨论伊朗这个问题。对，然后呢？你觉得？咱们大家在选的哈，其实我还在看川普这个动作之后，对他的谈关税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川普现在最挠头的是对，所以你刚刚说那个王毅不是说了吗？对呀，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对呀，啥后果啊？现在确实非常对他来讲后果真的很严重啊！是中国有对中共来讲，这个后果确实挺严重的，因为那个地方如果不打了，这个东西就对。今天这个中共的外交部啊。记者就问他，不是大家今天早上还在猜这个伊朗会不会把这个海峡给封锁了？然后呢，中国外交部说不能封锁这个海峡，这个对国际的经济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就是中国的外交部也没有去支持这个伊朗的去封锁这个海峡，所以他不可能封锁啊，因为要封锁，他也要跟伊朗打电话，他说你是不是啊？这个中国的船你就别封锁了，因为中国的石油好像有10%要从那儿15%，每天都800多万桶，非常多。你要是少了这个石油对中国来讲，对不起，我说错了，15%是伊朗的石油，44%啊，将近40%是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出来的。对，然后就是基本上。这个从伊朗出来的石油，大量的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来的这个石油啊，伊朗的石油出来的80%几、90%全都去了中国，还有别的国家呢也要去中国，因为中国是高度依赖这个中东的石油。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就是它的资源有很多缺陷，它是高度依赖这个国际交易体系经济才能维持的这么一个国家。中国说是地大物博，但它的石油不能自己，粮食也不能自己，铁矿、铜矿这些都不能自己，全都要从外面买，然后要生产东西再卖到外面去，所以它是一个高度依赖全球的贸易体系。这种它其实是受益于自由贸易，对不对？对，它是非常受益于美国人当警察建立的这么一个体系的，所以它反过来要把这个维持了40年对他有利体系的这么一个老大给他干掉，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事情。现在最新的CNN 6分钟之前已经说伊朗同意去跟美国所提出的停火协议，这全部都已经是有官方的消息了。对，我说下我的看法哈，我觉得呢，这次叫川普已经给了个名字了，叫12日战争。你知道第3次中东战争叫6日战争，对吧？中东就很喜欢斋月战争、6日战争，现在来个12日战争看川普的这
个说法哈，能不能成为这场战争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名字哈？我觉得这是大概率事件。就这场12天的战争，我觉得哈，真的是重新大大的提升了美国的地位，包括川普的地位。今天呢，万斯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次我们轰炸了之后，很多国家都谴责我们，但是私下跟我们说我们赞成你做的事情。就我刚刚说的，中国打完越南那种情况，他出于公共关系没有办法，这阿拉伯的国家都谴责美国，对不对？私下都跟他说你们打得好。这就是我觉得大家心里服气，没法不服气。所以美国在全世界的地位，他的敌人也好，他的朋友也好，都服气。对伊朗拥有核弹这件事情，所有人都不高兴。对，我觉得除了中共可能是。我觉得连俄罗斯跟这个俄罗斯都不会高兴，因为你看那个俄罗斯前总统啊，梅德韦杰夫是不是？对。说，他没得造，有人给他呀。他言下之意什么？就我们给呀，这个中共可以给呀，北韩可以给吗？谁敢给啊？他给人家伊朗核武器。伊朗拿着这个核武器，回头就可以勒索他，对不对？他都得想这个事儿啊，所以没有人得这个民心的。我觉得第一哈，就美国的国际地位绝对是洗雪了，叫做什么来着？以色列洗雪了，前年10月7号被人家攻击来的耻辱，美国洗雪了他的在阿富汗这个败退的这个耻辱，太重要了这一点。对吧？然后呢，关税战，我认为关税战这次真的是立威，我说的是算的。川普说话世界听 ，Trump speak the world listen， 这是海克塞斯那天讲的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相当有一定道理的。那第三呢，我觉得就是跟我们华人有关系的。我觉得台海会转入一定的安全状态。因为美国就是叫做立了威，在伊朗立了威，所以中共现在真的是不是3思而后行，要6思9思而后行。所以台湾人，我觉得现在应该蛮高兴的。对，这是我的看法呀。70%现在有394票投，69%啊，70%的朋友认为，可能啊，大家还是蛮相信诺贝尔奖的，可能会给川普。我投一个负面票哈，我认为他没有可能。I hope I'm wrong。31%的朋友认为不太可能，然后还有一位听众呢在下面说川普不惜的要那个东西，诺贝尔奖已经臭大街了。他根本不惜看那个东西是。对，然后有一位朋友呢想请这个子定呢再讲一讲。B2 和 B21的21，就是它的更新版本，它俩之间有什么区别？那个 B21是不是比 B2 更厉害呢？首先从几何尺寸 B21比 B2 小了1圈啊，基本上是比如说我们这个3万磅的这个钻地弹 ，B2 是带2颗 ，B21 带1颗。但是美国正在开发下一代这个钻地弹啊，下一代钻地弹穿身更深，重量更轻 ，B21 还是能带2颗。这是尺寸。它最重要就是说。是它整个这个维护和这个性价比来说 ，B2 是非常非常娇贵的。对，就是它要在极其昂贵的，极其昂贵，要放在恒温机库里面，每次出行前要保养，回来要保养。那个涂层每次执行完任务都要重新涂的。造一架 B2 就是20个亿啊。对，20多个亿，对，它非常贵。然后 B2 在世界上它。只部署在怀特曼，就是密苏里的怀特曼空军基地。全球有2个可以前置部署，可以进行一定的维护，分别是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和印度洋上迪戈加西亚空军基地。所以它的整个部署灵活性各方面来说会差很多。但是 B21不一样因为现在科技和40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这是对于美国从军事部署上来讲最方便最灵活。就是我现在 B21，我随便我可以开到日本冲绳。我可以开到德国去，我可以开到意大利去，明天开到约旦，开到沙特去，都是可以的，并且它这个维护需要的人员也少，花费也更少。然后隐身性能，我们再说隐身性能，就是说，当然他们都是飞翼布局。然后我们看这个 B21，它的发动机这个进气口比 B2 要小了非常多，它整个红外特征信号，包括隐身涂层的技术，都是21世纪全新的技术，它的隐身效果要比 B2 更好，并且它本身它体积小。因为你体积越小，你的这个雷达反射截面就越小嘛，所以隐身性能更上一层。当然，它们同样都是亚因素，所以综合这么几个方面来说，就是 B21是一款性价比更高、部署更加灵活、隐身性能更加出色的这么一款新一代的战略轰炸机。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未来可能是上人工智能啊，它可能做一些就是说指挥僚机的这种中枢。因为未来就包括马斯克也说嘛，这个飞机还要人干什么？所有的第6代飞机，包括美国现在开发这个 NGAD， 也就 F47。一开始可能是有人的，后来慢慢都会向无人去过渡。当然，有人到无人其实不是一件什么难事了，
对。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伊朗的那个已经浓缩到60%的那个400公斤的油啊。那今天的内塔尼亚胡被 CNN 记者采访的时候呢，都在问哪儿去了？对啊，他们自己搬走了吹牛说搬走了，多少个卡车，是一台卡车说已经搬走了。他们官方也这么说，中国方面的也宣传这样去讲。那这个东西真的能搬走吗？那到底到哪里了呢？那内塔尼亚胡呢是说，我有一个有趣的情报，但是我现在不能分享给你，所以大家都在猜。这个油到底毁掉没毁掉？我就插一句哈，因为在节目前我刚看到一个采访，这个是采访一个将军，他说这个油搬走啊，它只像个氧气罐一样就可以搬走，非常容易搬走。我先说这个过去发生了什么，再说未来可能发生什么啊？过去发生什么，就是说美国在空袭福尔多核设施之前，其实伊朗是大体能知道的，所以有卫星图像显示，在这个事件发生2天之前，大概有大量卡车出现在福尔多核设施前。有一种说法是，他们是把相当多的这个浓缩后的油去移动走了，或者是离心机。离心机可能比较难。油的这个重要性，我觉得浓缩好的油的重要性比离心机更。如果我是伊朗，我会优先去移动这些浓缩好的油。然后内塔尼亚胡在轰炸之后有不是内塔，就是以色列情报部门有对美国记者表示，就是说，如果伊朗把这些油移走了，那么伊朗的核工业至少也被推迟了数年。可能5年到10年。如果这些油已经被彻底摧毁了，那么伊朗的核工业就彻底，就是他用的是这个消除的这一个英文词汇。这是我们讲我目前看到一些报道和事实。我在想未来发生什么？停战对于以色列来说不是什么事儿，对于摩萨德来说不是什么事儿。就是现在打了12天战争，这次12日战争之前，以色列摩萨德在伊朗境内可是搞了很多这个暗杀的，好多伊朗顶级的核科学家都被暗杀。对。所以，就算这些，首先这些剩下浓缩油剩下多少我们不清楚，但是第一，伊朗失去了这个离心机，它没法再进一步提炼，它就算有这60%、80%，没法再增加浓度，没法再增加，所以其实也用处不大。就像以色列情报官员说的，就是未来5至10年，它已经完全丧失了这方面的能力。第二，以色列摩萨德世界上最厉害的情报这个机构，它能知道这些浓缩后的油在哪里，它也知道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清除掉这些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不是停战能够阻止的，取决于以色列这个政府高层和摩萨德的判断。或许之后或者未来什么地方我们看到发生大火或者发生什么东西，那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又消失了。但是不是现在我们所要急着处理的事情。哎呀，时间的关系啊， 1小时40分钟了啊。然后我最后呢，就用这个国务院的那个发言人雷维特他呢就回答大家的问题，说川普总统有着白宫，对，他说呢，川普总统有着非凡的直觉，他总会做出正确的决定来保障美国人的安全。对。然后呢，一位智商不是 EQ 是 IQ 275的韩国的一个叫做什么 Kim 他呢就在说，他说我是世界上，他自称在去年有多个官方认证他是世界上智商最高的人275。然后呢，他就在讲，他说我相信智商越高的人越支持川普，所以呢，我支持川普总统到死。这是今天。然后呢，现在以前呢一说支持川普呢，大家都觉得不太敢讲，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次之后呢，智商最高的最聪明的马斯克都已经站出来去支持川普了，给他点赞。那您呢？我最后呢就问问那么川普这个大家都觉得很反转非常反转，然后跌宕起伏的，那您是不是愿意给川普点个赞去支持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呢？ Yes 就打一个1你说 No 就打一个2。好了，那我就交还给您的主人了。没有了，最后就这样了，就是非常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今天要冲我们的这个早安中国的1万订阅，好不好？好，拜托在座的每一位朋友，现在大概6000多朋友嘛，对不对？每个朋友只要点一个 subscribe， 好不好？拜托大家哈。对，让请问小编在这贴下，在访问时间里贴一个早安中国的链接，大家点过去之后呢，点一个 subscribe。我们今天要请大家一起帮我们冲过这个线哈。再说一下，早安中国呢，就是要给中国和未来的世界带来最新的晨间新闻和这最深刻的分析。今天非常高兴，这个叫做军事专家指定军事爱好者不是专家，你自身爱好者，我给你当做专家。我还有一个期盼我就在看这个左梅会怎么收场。
我就怎么去收场这些事情？把这话说的那么满，一天给这个川普 label， 他们怎么去收场？你们会有一个预测吗？那咱们下次节目继续观察，继续聊。好的，那我们就后天再见喽。好，感谢大家的收看。那走之前，如果喜欢的话，点一个赞，好不好？Thank you very much 啊！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好，再见，拜拜。